Hello，新年好！2025呢，其实是青蛇之年，也是乙巳蛇年。那这个呢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寓意啊。那在西方呢，其实没有这个说法，但是西方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西方一般是讲守护神兽，或者是守护灵兽。其实守护灵有很多啊，除了这个动物以外，还有什么祖先呐、或者是某个特定的神呐、等等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守护神兽，今天我们要去讲的这个能量就是守护神兽。我们讲的是其中的一位，就是这个蛇。什么是守护灵？这个图腾动物、守护神或者是守护神兽这些概念呢，其实很多是来源于原住民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这个智慧，然后是他们的这个传承。所谓的这个守护灵兽，其实它是指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特定的阶段。然后呢，就会经常的遇见他们。他们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指引，同时呢，也会给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疗愈的力量。那我们这个人呢，一生当中其实是会遇到很多次，或者是遇到不同的守护灵兽。他们可以比方说这个冥想，比方冥想，你就总是能看到那个蛇啊，或者是你冥想总是能看到那个老虎啊，对吧？或者是说做梦啊，你老是梦到蛇，你老是梦到那个老虎，对吧？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在生活中现实生活当中某一个阶段，你老是看到蛇，或者是你老是看到什么鸽子啊，或者是老是看到某一种鸟。那还有最后一种就是你的宠物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宠物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正好养了那个宠物，那它呢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守护灵。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我们都觉得是我们遇到守护灵，但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是守护灵它主动的想来找你，和你结缘。守护灵蛇代表什么？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吗？首先这个守护灵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希腊罗马那边希腊罗马那边呢，就是有很多这个神。那今天有2位神都跟这个蛇有关。首先第一位神呢，就是那个阿波罗的儿子，他是医神，他的名字呢就叫阿斯科勒庇俄斯。那么这个阿斯科勒庇俄斯呢，他就有一根权杖，这个权杖呢就有一根蛇，就有一个蛇就缠绕在这个权杖之上。好，第二个神呢就是这个 Hermes。Hermes 呢在罗马里面也是叫这个 Mercury。那么这个神大家很熟，因为如果你是听占星星座这种频道的话，你就会经常听到水星，什么水星逆行水逆对吧？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那么这个水星的守护神就是这个 Hermes。这个 Hermes 其实它是一个众神的一个使者，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叫做这个传信者。因为它的那个权杖上不是有那个翅膀嘛，然后这个翅膀有时候它也穿在鞋上，它那个鞋也有翅膀。它这个翅膀呢是他老爸宙斯送给他的，他就是能够让他的这个儿子可以很快的从天界到人间，然后呢可以到冥界，他可以自由的快速的穿梭3界。所以这个神呢是生死2界的神，对吧？他既是人间的他也可以去冥界，可以管这个。他其实有一个就是古老的传说，就是他可以把这个人死了之后他把这个灵魂就是引领你，把你带到这个冥界，然后呢就是帮助你投胎也好转世也好，轮回也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神。所以说你看，无论是阿斯克勒庇俄斯还是这个Hermes 或者是这个 Mercury， 他们的这个权杖都是跟这个医疗有关，而且这个跟医疗和疗愈有关的星星呢，是从古至今直到我们现在都在使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印度文化。这个印度文化有一个能量，就是这个昆达里尼。那在印度的文化当中呢，这个蛇代表的是觉醒的昆达里尼的能量。这个昆达里尼是什么东西这个昆达里尼就是据说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身体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灵蛇，这个里面呢贮藏着生命本源无穷无尽的能量。那么这个昆达里尼之蛇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脊椎这个底端，它是沉睡着，或者是它是一直在这个位置那一般都是沉睡。那如果你觉醒了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蛇的能量，也就相当于你就觉醒了这个昆达里尼的能量。那据说就是如果你一旦可以觉醒这个昆达里尼的能量呢，就代表着你走上了觉醒的道路。所以呢，在印度的文化当中他们经常会通过这个密宗或者是瑜伽这个是哈塔瑜伽，
来完成它的这个觉醒，从而呢去激发或者是激活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的那个昆达里尼的能量，从而呢走上灵性或者是开悟的道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创世纪。那么在这个圣经和创世纪当中啊，这个蛇的能量就天差地别。在这个里面啊，蛇代表着诱惑。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这个伊甸园里面啊发生的这个故事。那么就是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啊，这个蛇其实它就是撒旦嘛，它就是诱导这个夏娃偷吃了这个禁果，然后呢就贬为凡人啊，失去了这个永生的能力。而这个时候啊，这个故事里就是那个神，他就特别选择了蛇作为这个诱惑者，对吧？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蛇啊，它用的就是这个蛇里面的油滑狡黠的一个象征的意义。那我们再往下，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到了这个东方文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佛教啊，看一下佛教。这个佛教当中啊，蛇的能量呢就变成了守护和保护。大家都听说过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有一天他就坐在这个菩提树下，他就在打坐啊，他就在这个悟道，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突然一阵狂风暴雨啊，就是向他袭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啊就像很有灵性一样，就感觉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要被雨淋湿了，他就从很远的地方从这个树上爬了过来，然后呢就那个蛇是非常大的蛇啊，它的这个就像那个眼镜蛇有这个髻，对吧？然后他就把这个髻打开，然后呢就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头顶，他就用身体给这个释迦牟尼佛挡雨，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守护和保护。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我们的中华文明当中这个蛇呢代表的是智慧，它是智慧的化身。因为这个蛇它跟龙我们特别这个喜欢的这个龙的能量是紧密相连的，因为这个蛇就是小龙，龙就是这个蛇修炼最后就成了这个龙，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蛇年出生的人一般都是灵性很高，然后呢天资聪明，擅长就是跟着他的这个本能，最后呢达成他人生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他人生的一个使命。如何判断自己的守护灵兽是蛇呢？如果蛇是你的守护神，那么你呢就是灵蛇选中的人。你呢往往天生具备疗愈的能力，你不仅能够疗愈自己，你还能够帮助他人改善生活。如果你的守护灵是蛇的话，那你一定是非常特别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往往会选择属于你自己的那条路，而不是随波逐流。而且你还往往特别的踏实，同时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的性感，或者是非常的感性。如果呢蛇是你的守护神，那么你肯定直觉灵敏。这个蛇它的视力还有听觉其实是不是那么好的，但是蛇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它能够察觉危险的气息，它们呢还可以通过地面的震动去感知它周围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拥有这个蛇灵兽的人，往往呢直觉非常的敏锐，擅长辨别出他需要远离的人事物，建立起强大的边界不允许任何的这个对他不利的东西靠近他。他们往往呢也非常的相信自己的直觉，对吧？有的时候直觉我们相信或者是不相信，因为直觉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的。那么这个如果你的守护神是蛇的话，你一般是特别特别相信你的直觉，你的直觉呢也非常的准。那当你呢面对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们呢往往可以嗅出这个真相，来帮助自己做出人生明智的一个选择，或者是明智的一个判断那么拥有这个守护灵是蛇的人往往都是心智非常的坚定，韧性十足。蛇的身体其实是由一根长长的脊椎而构成的，它没有脚，但是那个蛇呢，它仍然能够在这个地面，还可以到那个水里面去它自由的爬行，游刃有余。那么如果没有坚强的这个意志力没有这个强大的内心，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呢，拥有蛇灵兽的人往往适应能力也非常的强大。那么如果蛇是你的守护灵的话，你往往心里其实住的是一个变革家，就像那个蛇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它要蜕皮。拥有蛇灵兽的人他一般呢在行动之前，他都要
深思熟虑。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特别抗拒改变的一群人。可是呢，就是如果他要是在逻辑上，他认定了这个改变是值得的，是必须的，他就会一鼓作气，勇往直前，彻底的把自己投入到这个变革的过程中来，让自己去消化，让自己去消融，把一切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的，或者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在成长的东西全部都退掉，全部都去掉，然后呢，以新的形式更加强大的重生重生就是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的，对吧？最后总结，那我们总结一下，蛇能够生活在陆地还有水中，它呢被视为阴阳两界的一个生灵，象征着自然界当中的善和恶，游走于不同的世界之间。因此如果你的守护灵是蛇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保持你的内心是纯净的，要注意你周围的人，注意你周围的一个环境，用心去真正的感受他们的震动或者是他们的频率，主动的承担起改变的责任。当你能够唤醒你内在的蛇的能量的时候，你就能够辨别出生活中的毒素，如果有的话，而你的世界呢也会随之改变，并且绽放出它应有的光彩。爱是最高的频率，爱能够克服一切，爱永远会胜利。所以呢，请像蛇一样感受你的内心，永远不要忽视那份直觉的指引。让我们在蛇年行大运，接好运。最后呢，给大家拜年，祝您事事如意，蛇年大吉。